我们委托人又回来了，但是死者没有回来，就基本上算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然后我们就继续，然后现在是休庭期间，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吧。这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啊。然后龙秋风是咋？你想让我出庭，是想让我自证有罪吗？啊，对，然后咱们就想起来了，然后咱们就让咱们委托人自己上庭作证。我的态度和昨天完全一样，身为独行之狼，接受别人的帮助根本不是老子的风格，尤其是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叔。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这样的委托也不会接，好像他俩父亲认识。我一匹背着登山包的独狼，在月光照耀的山巅放声歌唱，这个声音真的好小，我靠！啊，每回来我都得调一下。因为看起来已经不用这么担心你了，咋的了？有吗？我还觉得随时有可能被你姐姐一掌凿穿。啊，这个检察官是这个雷东雪的姐姐，这个雷东雪是我们第一章的主角，就整体主线我感觉也是跟他有关，但是第二章就换人了，换成他的老师了，一如既往没有像逆转裁判一样死老实。你还是稍微担心一下你比较好吧。时间差不多，我们走吧。真相恰恰是通过怀疑来得出的，说的对吗？司徒所长，这司徒所长也有点东西啊。啊，继续审理。辩护律师要求被告本人作证，接下来就请被告田牧阳站上证人席。有声吧 ？OK， 有声。登山包，登山包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收走他的登山包就拒绝出庭。哇塞，轰了大概40多拳，接下来，火，遇上硬茬了。以无比诡异的方式博得了审判长的好感。现在还是进入既定程序吧。证人你的名字、职业啊，是群众大学2年级学生，专业是金融学。OK， 来，看看你要说什么。从开始就觉得奇怪了，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个查家村可是头一次来啊，和死者村民完全不认识。我虽然见过，但是没有深入接触过。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杀死一个陌生人？太可笑了！你俩肯定认识啊，是不是？就是你俩住在一起，有这个证据吗？这个吧，不是，有一张留给那什么的纸条。对，那个大家这是怎么了？被告证词漏洞如此之多，连你姐姐都懒得反驳了。OK， 询问开始。保存啊，能保存则保存，没接触过。等等，严格来讲，倒是说过一句话，是什么？我在前往村长家找红叶妹子吃饭的路上遇到那个老外。这个村子里有外国人，倒是挺稀奇的，所以我就上去打了个招呼。具体而言，你是怎样的说？所有科目里我的英语最差的了，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说了 How do you do？ 那他回应是什么？他说省省吧，我会说中文。被击败了。
你这就是指导我们了，指导我们指正这句啊。但是一如既往啊，还是都询问一下。完全不知。反对。等等，头次来。警方调查了被告的背景，他在到达查德村之前，的确和死者以及查德村的村民毫无联系。稍等，我忘 PK 了。OK， 这一点检方并不打算否认。我也认为他和死者早就认识的可能性不大。这句话我们保存一下，应该是这个。反对。嗯？哎，不是吗？不是吗？从来没接触过，不是这个证据。我靠，有点那啥。就是这句话，肯定是这句话，但是不是这句话吗？啊，我看看啊，电子元器件，坠落，头部着地，这个，反对，这个衣服啊，小子，我还是觉得你没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没有和死者深入接触过，那你打算怎么解释死者领口沾有你的指纹，留下你的鞋印呢？这些痕迹不深入接触一下可是留不下来的。如果你不想说话，还是让我来吧。出于某种原因，你和死者起过争执，然后你就拉扯过他的领子，还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是不是这样？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好像是我的辩护律师吧？很抱歉，信这种东西是相互的，你没有把命运交到我手里的觉悟，让我该如何相信你？欢迎刘79进入直播间。欢迎刘79，晚上好，晚上好，态度还是很恶劣，但是愿意多透露一些信息了。检方的例证都没有漏洞，恐怕就要从接下来证言寻找了。OK， 新的证言，你最好说一下案发时自己的行动，不要再说无关的内容了。如果大叔依然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审判长你自己看。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哎，我又是感觉延迟很高啊。哦，也没有很高。说实在，我不觉得体证如山的情况下再询问被告能有什么突破性进展。既然双方都坚持，就请被告继续作证吧。啊，正阳了啊，保存啊。我确实拽过他的领子，还踢了一脚，没错。这一切都发生在案发那天晚饭后，根本不是什么半夜，只是把他踢到床上，不能就这样死了。哎呦呵，踢到床上。案发当晚我没出过门，也不知道断崖发生了什么。综上所述，怎么会是凶手呢？就这样。我靠，这询问哪句话呢？OK， 询问开始，保存啊。没出过门这个吧，这个直接了，都有那个监控录像了。我在房间里好好待着呢。你看，就是应该是有监控录像吧？我看看啊。对，你看，
这是证明他出过门啊，当天。等等，反对！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反对。承认动手啊！你，其实诈骗案例是有发生，而且我当面确认他确实不是什么好鸟。等等，你和他发生争执的地点是哪里？老外的房间门口。你主动敲他门找他吗？我。晚饭后具体是什么时间？不到6点吧，吃晚饭吃到5点半，红叶妹子就着急让我走了。有宵禁制度，过了6点还留在别人家里可不太方便。等等，老外体格也不差，被我揪住领子之后完全没法反抗。我操！我拽着他转了一圈，一脚就把他踢倒了。这个，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没出过门，那这摄像头里拍到的难道是鬼吗？事到如今，你仍然觉得你那蹩脚的谎言可以帮你脱罪吗？你在案发当晚的1点26走出村门，又在2点18回到村子，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我变狗了，好家伙，家人们变狗了，变狗了，变大狗狗了，我真的可以相信你们。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变狗了，我依然并不认为你能帮我，毕竟我做了那么多可疑的事情。那天晚上我走出墓地是赏月。8月19到20可以看到可以看到难得的超级月亮。为了欣赏这个景象，我在19日下午就勘测了附近的地形，在叉家村附近毫无遮挡视线最好的地点就只有那个断崖了。啊，这个就不用想，就说月亮又大又圆啊。根据我的计算，凌晨2点左右是月亮位置最合适的时候，所以我把闹钟定在了1点15，然后在1点半走出了村门。当时月亮已经很亮了，柳叶谷的夜景也很美妙的很，所以稍微耽搁了一会儿，应该是1点50左右吧，已经是在案发之后了。除了赏月以外，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倒是往下看了一眼。黑漆漆的一片，连月光都被断崖遮住了，什么都看不到。你从出村到回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那个老外一看就是个俗人，怎么会在半夜拥抱这大自然的壮美？一派胡言！对，我也感觉好假呀，哥们儿，你没什么证词。我现在就觉得是这大哥，好像早上的时候他们，好像当时说的是什么？早上起来扒药的时候被发现了，但是也就是说有可能那个医生早上就是在这个监控之前就已经出村了，然后他就在那待着，然后遇到那个人给他踢下去，然后一直留到了早上8点钟采药。可能是这么一回事儿，被告说的这样毫无根据。我来证明检方对被告证词的态度一派胡言，没有采信价值。检方的证据链依旧牢不可破啊！
案发时被告没有不在场证明，摄像头拍到死者和被告相继出村的画面，接下来却只有被告回了村。死者衣物上有与被告争斗的痕迹，要在现场的军用匕首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看到被告起了杀意，于是拿出刀来。遗憾的是，这钢铁般的身躯完全免疫匕首的攻击，好嘛，这点人儿。这一点，检方打算在法庭认定人是被告所杀之后再进行讨论。这个例证很完全，咱这没什么切入点，估计得是要第二天调查。拿出证据证明被告没有在断崖见到死者，没有在断崖见到死者。被告究竟是何时与死者争执，这一点确实无法证明。哎呀，这个吗？但结合被告的证言之后，案发现场却萌生了新的可能性，可能目击吗？当时。比如说案发现场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非常明显的遗留在了案发现场，却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幅监控画面上，是什么？披风吗？这个吗？黑布吗？欢迎又没按时吃饭进入直播间。不然又没按时吃饭，晚上。比如说，没有出现在监控的东西，手表有黑布吗？黑布吗？我靠！没有出现在监控的东西。墨镜吧，墨镜，我赌一把墨镜，不是墨镜就这布条。看这个。OK， 是死者死亡现场找到的一部破碎的墨镜。既然检方声称例证已经完美，那你一定可以解释这东西的来历了。这个墨镜上带有某种高精尖仪器，虽然不知道什么功能，但不太可能是被告这样在校大学生搞来的东西，所以它自然是死者所有物。出于某种原因，死者带着这个墨镜走出村子之后被被告踢下悬崖，就这么简单。你看看监控，等的你就是这句话，这个墨镜并不是被告所有物。看来我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是死者带着这个墨镜走出村子，真的是这样吗？你的推论与证件矛盾，证物是矛盾的，就是我们的监控。看这个，死者出村时哪里戴着墨镜了？如果不能把他的来历解释清楚，这个案子绝不能草草结案啊！还是整了一个就是拖延大法，就是这个还有疑点啊，疑点没解决，我们不能结案啊。雷检，这个墨镜的来历绝非细枝末节之事，它会彻底影响到你开庭以来的一切例证。哎呦，又玩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没玩明白。哦，口气不小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能耐击碎检方的例证，就来试试吧。死者是从悬崖上坠落身亡，一副反对，墨镜不能导致案件发生，这个判断是否过于武断了？反对！一副墨镜要怎么导致死者坠亡？难道你要主张他能按一下就射出冲击波不成？说的也是啊。死者是从悬崖上坠落身亡，一副墨镜
并不能直接导致案件发生。那反对，墨镜不能导致案件发生，这个判断是否过于武断了？哦，这个是摁错了，摁错了，墨镜要怎么导致？有点忘了这模式了，不好意思。难道你要主张他能按一下就射出冲击波不成？说的也是啊。死者是从悬崖上坠落身亡，一副墨镜并不能直接导致案件发生，哪怕间接也不行。你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这副墨镜的存在能够减轻被告的嫌疑。反对，这副墨镜是现场无法解释的物品，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你给我听好了，我说的是你拿不出它能减轻被告嫌疑的证据，除非你真有这样的证据，否则就只是在浪费时间。这样的证据我确实还真没有。死者是从你没有退一步讲，就算他真有什么端倪，他的表面上也全无痕迹。全无痕迹。墨镜上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吗？反对！你当鉴定科都是吃干饭的吗？镜架、镜片上都没有留下，这不都碎了吗？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刑警出具的证物报告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说了没有就是没有。没有指纹的话，那他是谁的呢？对吧？他应该有。原来是这么坚实可靠的结果吗？啊，这局也不对啊。哎我去，那就最后一句了。任何痕迹的墨镜本身就不会对案情产生影响。反对，就只有这一句了。你说的不对，现场出现一副没有任何痕迹的墨镜，反而是最不可理喻之事。他应该有被告的，如果他是属于被告，哎，对，他应该有死者指纹。没有指纹留下呢？反对！怎么不可能？这大可以是因为死者戴了手套，无论触碰任何物体都不会留下痕迹。反对，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死亡现场的照片，死者可没有戴着手套。如果你坚持认为墨镜是由死者佩戴的，那么镜架上就必须出现他的指纹才行。这个，难道你要主张死者是在坠落山崖的半空中把指纹擦掉了不成？好，很好，我就当你确实找到了这证物的奇怪之处，但它也不能消除被告的嫌疑。OK， 下一轮有可能一直藏在死者的衣服里，从头到尾都没有佩戴过。等一下，咱就回了这点血呀。由于它带有某种电子元件，尚不明确，你无法确定它与案件的关系。反对，直接问第二句吧。十分关键，不能否认它与案件的关联。反对，我方从不否认这个墨镜的功能或许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在措辞上一直十分谨慎。刚刚说的也是你不能确定它与案件的直接关系。难不成你已经在这个法庭中自行破解出它的用途了？这个肯定是第二场法庭才会讲到呀。当然没有。这副墨镜有可能一直藏在死者的衣服里，死者的衣服里，我感觉像第一句呢。反对，你说墨镜一直藏在死者的衣服里，这是不可能的。看看这张照片吧，死者从如此高的落差坠落，衣服却完全没有崩开的迹象，说明他的衣服非常结实。如果墨镜藏在衣服里，只会在他坠落的时候被一并压坏，却不会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反对！就算如此，墨镜也有可能是在他坠落的瞬间从衣服中滑落，然后被死者身体接触地面时的气流吹走。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墨镜受到的伤害就十分有限了，
根本不可能碎成这样。啊，到时候看敌人这墨镜到底怎么回事儿。我方认为掉了在现场的墨镜，等会儿你先别认为啊，我先保存一下，是被告带来的。案发前就在现场，出现第三者，只能说第三者。看这个。啊，认为还有第三者存在。你只能说还有第三者，你不然你编不下去了。OK。啊，如果这个墨镜不属于被告死者，那只可能是第三个人。一派胡言！怎么还有啊？哎呀，我操了！怎么还有证据证明有第三者？可能啊，可能是这个，可能是这个。我现在严重怀疑是那个医生。看这个。啊，不是吗？啊，等会儿啊，哎，雷姐，哦，死者是从悬崖哎，上我靠，一副没有任何痕迹。我靠，点错了，不，没保存吗说的？不对，现场出现一副没有任何痕迹的墨镜。哎，我没保存吗？刚才我靠，点错了。如果这副墨镜是死者的所有物，快进，快进，留下呢？快进！咱不看了啊。怎么不可能？这大可以是因为死者戴搞的错了手套，无论触碰任何物体都不会留下痕迹。反对，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难道你要主张死者是在坠落山崖的半空中把指纹擦掉了不成？然后是第一句啊。好，很好。我就当你确实找到了这证物的奇怪之处，但它也不能消除被告的嫌疑。由于他带有某种我没记错的话，被告的父母都是军人，他搞来这样的东西也是有可能的。哎，不对，这副墨镜，反对！你说墨镜一直藏在死者的衣服里，这是不可能的。看看说明，却不会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反对！就算如此，墨镜也有可能是在他坠落的瞬间从衣服中滑落，然后被死者身体接触地面时的气流吹走。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墨镜受到的伤害就十分有限了，根本不可能碎成这样。看这个。OK， 赶紧保存啊！一派胡言！ OK， 存档1啊。第三者的可能性，这个吗？这个、啊，看这个不是。哦，刚才我选的是自动存档。
那就是布条。看这个，啊，对，是布条。这个悬挂在断崖阴暗角落的布条并没有被警方发现呢。反对。看一下摄像头拍的片段，死者穿的西服西裤都是白色的，而平时穿的是绿色，裤子是蓝色的，颜色和材质都对不上。他两人的衣物并没有明显的破损，也就是说这个布条不属于两个人。那个断崖常年暴露在风吹日晒的环境下，然而这根布条却只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露水跟灰尘，它只可能是最近，也就是案发当天出现在断崖附近的。如果没想错的话，这正是出现在现场的第三人，留下了这个沾有棉絮的黑色布条和这个墨镜。这两件证物让检方关于被告是唯一可能犯案的人的例证不再成立。本庭必须要接受的是，除了被告和死者之外的第三者来到现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啊，掌握的证据来看啊，无论证明他还驳倒他都做不到。糊弄过去了啊，糊弄过去了啊。龙神律师事务所，很久没有因为庭审而感到这么累了。雷夏兰果然名不虚传啊 ！Excellent 龙叔啊，没有被你姐姐早到墙里，已经谢天谢地。哦，都有什么收获？存档怎么完事儿啦？法庭第一天法庭过了，该是第二天的搜查了。有什么注意的？就是证明了案发现场存在第三者。OK， 啊，无非证明了这件事儿啊。毕竟就是在村民之中了，我一直觉得是他，因为只有他能半夜出门。如果真是村民作案，我们的调查会变得相当麻烦啊。比如说他们会相互袒护，全村人一共承担一切荣辱，这种决心甚至会凌驾于法律之上。目前我们手里的线索尚不足以指证任何人。而且如果说这个眼镜，这不是高科技吗？带有某种电子元件，唯一与外界接触的人就是他。你看，他有德国留学和工作的经验，而且这张纸条，对吧？这个带着到断崖一带，然后带上这个解决你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因为这个死者是个药贩子，所以有可能跟医生有关系，越来越怀疑是医生了。哦 ，OK，
部分证物已经被丢弃了，让我看看你丢了什么的。嚯，还是丢了挺多东西啊。OK， 查家村。查家村村口，选择高铁加长途车的旅行方式。欢迎小鸟游血蹄进入直播间。欢迎小鸟游血蹄，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江连终将降临进入直播间。欢迎江连终将降临，晚上好，晚上好。那种地狱一样的环境，可不能算是坐着。那才31岁，身体还没我爸硬朗，早知道推个轮椅过来呢。哇塞，你们家都无敌啊！散打运动员啊！爹是散打运动员，姐姐是检察官啊，妹妹是律师。送去学拳击也是因为他小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弱不禁风。现在一拳能给人凿墙里。听说姐姐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被老爸弄得很惨的，动不动就哭。父亲教导有方啊，才学2年就能一击 KO 比他大许多的男生。本来我也想学，被我妈给拦下来了，说什么也不想一家2个女儿都嫁不出去。有个很眼熟的家伙。谁呀、啊？鬼鬼祟祟律师，你今天可害惨本人了！不光被雷检一顿修理，这个月工资还因为他向局里打报告被扣了个精光啊！你也被克扣工资了，这月的工资评定啊，有你好看啊！这样下去，本人就没钱吃饭了。哇，怀里藏了块钢板，早就被他一拳穿心了。好，关于今天的庭审，这个你们可能看不到啊，在这个右边有那个，给你们看一样。啊，看到了吗？右边有这个女主的这个，请你们不要再继续坑害本人了，我觉得以后还会再见到你啊！你的工资评定以后有你好看啊！这话就不对啦，无论是我们还是检方，没了你都办不成案吧？比如今天庭上提交的新证物的详细检查，还得仰仗你才是。还是这位小妹妹会说话，就请你放心吧，本人一定不会辱没使命誓言。干得漂亮，同样的话换成我说，大概只会听到这家伙的怒吼吧。就在那个黑色布条检查结果怎么样了？哦，有结果了啊！快说快说！属于一件棉袄，其中一侧切口整齐，仍是被利器所伤，那估计是被刀割下来的。啊，果然，我就说这村医很有问题。立刻申请了搜查令，火速前往卫生所。被那位村医赶出来，这不废物吗？我操，实在是不太好对付啊！醒醒，你拿着搜查证都被人给轰出去，这不来个强制执行？OK， 没准广场上也能碰到人啊。
哦，有个老人哦，对，这是不是村长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见到村长了。或者村长跟你活着不像一年代啊。请问您知道卫生所怎么了？你是不是眼瞎？是哪里来的女娃穿的那么亮？是老朽眼都晃花了。您好，个邋遢的小伙子，想必就是那位姓田的小鬼律师吧？你们的事老朽已经从孙爷那里听来不少。那您就是查红叶的爷爷？是，本村村长。哎呦呵，暂说无妨。啊，连名都没起就叫村长。可查天里犁地插苗的一把好手，可能以前过得不太讲究，这几年胳膊腿就开始不听使唤了。打听村民的事儿啊，但说无妨。先来说查红叶。红叶可是个孝顺孩子呢，老朽这些年多亏了他的照顾，说来也是可怜，那孩子从小没了爹娘，还要照顾我这副老身子骨，都没机会让他走出大山，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爷爷没有尽到职责，成了拖油瓶，心里愧疚的很。我们在结案之后也可以带他出去转转。那说说查医生的事儿嘛，他在村里似乎挺有名望的。村里的各位都很信任查医生嘛，当然，他可是咱查家村骄傲，难得咱们村里头也是出了个天下闻名的神医，他名声不都传到国外了吗？性子倔，他老是跑到悬崖那些危险地方采药，也怕摔着，劝了几次也不听。这孩子就是认死理，决定的事就必须做完，你们说这又是何苦？谈谈那位第一发现者查志清，就是这哥们儿啊，宅男，也不是不行，怎么说呢？是老朽年纪大了嘛，老朽现在越来越不懂这孩子，他老是在村里装些没用的玩意儿。虽然很多东西确实没用，不过我记得他在村外设的摄像头曾经抓过贼，这倒实话，那个方盒子居然能唰的一下把贼变小关在里面，老朽当时看了也是吓了一跳。我要问的内容就这些了，这个案子想必给查村带来不少麻烦吧。看法嘛，不瞒你说，咱们村子的人平常都不怎么出去，更别说会惹上那个洋人。那个学狼叫的小哥呢，您对他怎么看？虽说人鲁莽了些，但你们说他会杀人，老朽也不信。也有可能不是杀人，也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外国人不小心跌下去的。可惜遗落在现场的匕首和种种痕迹，还有那张约出来见面的字条，从这些证物来看，本案只是一场意外的可能性实在不高。看看出示个啥，感觉没什么可以出示的了吧？啊，这副告示牌是老朽让志兴和望舒帮忙立的，毕竟原来那个已经旧的连字都看不清了。这东西还有真有个原版，还是老朽的曾爷亲手制作的。这是这夜魔大人画的未免太不可爱了。这个呢，这个药妞
啊，也是啊，律师证啊，有病就得治，别拖着。我为什么非要把每个律师证展示给每个人看呢？字条呢？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证。保存啊，直接去吧，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是什么酒瓶吗？这就是柴家村的卫生所吗？倒是一点都不像平远山区的小诊所呢，打扫的好干净啊，那部显微镜看上去很高级的样子。这里还有好多花花绿绿都没见过的药品。有听闻两位今日庭审表现上佳，值得赞赏。不过话说回来，查医生为何知道我们的表现呢？难道去旁听了？没有，是刚刚那位刑警告知的。想必两人此行的目的与他如同一辙，未经许可便私自闯入这里住，却连他也不知了。无妨，本屋本就是为了救死扶伤所设，除去宵禁，从不上锁。二位若无要事，请速速离去。请便，不过查某不会说出与昨日不同的内容。什么魔法少年？是至亲的东西，查某对此并无感兴趣。还好至亲终日窝在家中无所事事，难免会遭到长辈斥责，他时常会在此避避风头。有机会便教养他，他常年在户内缺乏运动，偶尔远足符合养生之道。发现死者当天早上也是你叫查信息采药的吗？对于此事，昨天已做详细说明，祥某不愿意提及，见谅。现在就问恐怕不太好，先观望一下吧。案发当晚，他老人家病情如何？气色还挺好的，是不是快康复了？气色只是表象，查某不认为他会康复。从医多年啊，对患者病情从不开玩笑啊，肺疾积重，而且他已上了年纪，无法承受极端治疗。查某如今只好使用上好药材为他续命，但求他老人家能在晚年安享清福。查某不为断崖地势，在早上出门采取刚被晨露滋润过的药材，以求其最大的功效。一半原因也是为了村长，他虽反对，但查某绝不会罢手。不错，部分药材需要夜间采集，唯因宵禁之规，查某无从获得。难道你就没想过偶尔破例在晚上出门吗？这个不是说了吗？对不对？只是说拨村医电话。村规是前100年来的铁律，即使村长也不可违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那拨村医电话有什么用啊？你又不能治病。如果我这时候拿出关键证据，一样会把它挡掉。既然靠询问法解决问题，我只能在这卫生所里找找自己用得上的东西了。请自便啊。走了。这一箱子酒很值得注意啊。OK， 搜查。其实我觉得完全你们可以留到凌晨，然后架个摄像机看看外边到底啥情况。
这不是啤酒吗？李时珍那个时代哪里来的啤酒？空瓶只有3个，就算稍微拿走几瓶，不会被发现吧？哦，肯定有问题。跟不同的挂钟没什么特点，说不定你用了很多年。真不愧是卫生所，龙叔，你看人家挂钟多干净，咱们事务所那个可全是灰呀。确实光亮的一尘不染，甚至干净的有点不太自然。如果不是巧合，这个挂钟最近应该被人动过，为了掩盖什么痕迹。哦，为了掩盖什么痕迹？居然还有和平战场，和平精英是吧？吃鸡是吧？桌子没什么特别的，不过这块桌布倒是格外扎眼，上面画的是梵高名作《星空》嘛。梵高在精神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居然能画出这样绚烂的色彩，说不定在医生眼中，这样的作品有着更多震撼心灵、诠释生命的意义。桌布被图钉被图钉钉死了。啊，果然掀开，哦，纯黑的。不会那块布就是这个吧？慢走不送。先回广场。去查志清家里。这回是到美人屋子里，哇，探索一下。这是不是 Cyber 呀？这是0吧？这是谁呀？这是谁？这看不太出来。但这也有点太高了。这个我想截个图。这有点太高了。我截张全的吧。这个房间应该说是画面过于震撼了吗？我居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形容此刻的感受。这真的是查家村吗？该不会走进异次元空间吧？哇塞，你这还有2块屏幕，比我都奢华。这机箱啊，这游戏碟，这漫画书，这比我都牛逼。找我们也不用这样大叫吧，而且我也是律师，不是什么小助手。抱歉，一不小心就太激动了。不对，这本来就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那当然就是这个，这什么啊？怎么突然激昂起来了？这个 BGM 能够准确戳中人类心中那名为虚伪的黑暗。操，中二了！击破一切环，揭开案情的迷雾，最终将其引向真理的圣器。其名为真理圣枪啊，朗基努斯。
龙叔这个家伙彻底没救了吧？我也有同感，真替他父母感到痛心。咱们是不是可以走了？是啊，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调查吧。哇塞，侦破环的测谎仪器，这是勾玉吗？果然第2章给东西哈。好几种医疗仪器制造出来的救急装备，我的妈呀！还会从呼吸速率、血容量、脉搏等好几个指标监测受测对象的精神状态。大家拿在手上时，只要对方说谎或者故意隐瞒事实，就会马上被拆穿。这个测谎仪。计量槽哦，实时反馈对方对吐露真言的抗拒程度，根据它的变化，老哥你可以定制不同的战术，被测试人产生动摇。哦，新的游戏方式进来了，搜查的时候，一旦对方计量槽清空，就是他被逼入死角，不得不全盘托出的时刻，有点意思啊。向他发起决斗。可惜这些功能模块太占地方了，我实在没办法给它做成勾玉的形状。总而言之，需要的时候你们自然就知道怎么用了。当然有关系，关系超大。我找你的目的正是想把它送给你们。但是老哥你就不一样了，律师不是每天能接触到各种穷凶极恶、阴险狡诈的坏人吗？大家都差不多了。交给你们的话，我多少还能拿到一些测试数据，方便以后改进升级。而且我一直都超级喜欢推理破案类的游戏，这个也受了他们的启发才做出来的。把他们交给货真价实的律师，展示圣枪的威力，才是本宅毕生最大愿望，也一定是真理圣枪最大愿望，所以请你们务必收下。哦，老哥还是你们最赞！我操，真理圣枪！哎，我就在你身上用真理圣枪，行不行？本来想好超棒的台词和登场姿势，全被那个可怕的检察官吓没了。说起来，村口那个夜拍摄像头是你独自安装的吗？啊，货物都是找我爹从村外运过来的，不过这村里也没别人会装了。有的我爹里就是村子里做生意的长辈，他负责每年把新茶卖出去，再换购村里的必需品。要不是因为他，我也搞不来这么多稀世珍品。实用价值，比如床上那看起来令人羞耻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这个嘛，等身抱枕吗？等身抱枕有什么羞耻的？又不是28的东西。毕竟是本咱积攒了多年的心血，不光你们看到藏品，村里几乎所有现代化设备最终都会连接到我的房间里来。网络故障、电压不稳，任何机械出了问题，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掌握，这也太强悍了！我还以为你们城里人早就司空见惯了。我想城里也极少有人做到这个地步，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专家的水准。这还不现代化，哥们儿！其实望叔大哥所在的卫生所了，他就把自己的住宅改造成了卫生所。望叔大哥从国外回来之后，购置了好多进口高端医疗设备，那玩意儿高科技程度能摔我房间好几条街。尤其他那台电脑，屏幕色彩比我都好。前天夜里不就是案发当夜吗？难道你那天并没有在自己房间待着？这个，哦，这个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倒没有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过点儿了呗。就是专门去找他看动漫而已。嗯，
哦，圣剑来了，欢迎 Rosco 进入直播间。欢迎 Home， 晚上好，晚上好。哟，来了来了，这就是被自己的造的东西坑了啊！来了啊！这个游戏里的勾玉啊，刚才查志清那个含糊的程序听就是在知道说谎，这东西居然真的产生了反应。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启动了，什么按钮？哦。黒き嘘よ、光の元日れ、ランギヌス起動。我操，这什么玩意儿？怎么他妈还有日语？我靠！塑料日语，我操，啥玩意儿？哎，那个莫非它产生反应？怎么这东西真的有用？我刚刚怎么听到了红叶的声音？虽然完全不是哦，红叶配的是日语是吧？我这么搞笑呢？我去！我找红叶对着某个当红动漫学来着，没想到学的挺快的。说的啥来着？我没怎么听。塑料日语啊，塑料日语。怎么这个整体性枪要测试的敌人可能就是你自己啊？我本来还想说在他身上试试呢，啊，结果直接就叫成了。先冷静下来思考战局吧。啊，查志清声称自己去卫生所是为了看动漫，显然是谎言。像查望书这种人，怎么可能和这家伙一起看动漫呢？好在这个宅男性格很简单，直接把事实摆在他面前，他就会老实交代了嘛。如果在对话过程中频繁出错，或者是经过时间太久，右上角显示对方耐心，经过时间太久，这是耐心恐怕会下降。分析就到此为止，准备开始吧。你刚刚主张自己当夜，保存啊。啊，新的 BGM 也不错。你刚刚主张自己当夜去卫生所是为了看动漫，应该是谎话吧？除了你的眼神游离、神色慌张之外，这个金里圣枪也一直产生反应。这不是你自己做的吗？不管怎么说，你去卫生所不可能是为了看动漫，毕竟，这个。他对动漫一类东西并不感兴趣，不喜欢动漫的人在自己家里陪你看整整一夜，怎么都说不通吧？估计有可能就是那个医生在他屋子里待着，那个医生出去了。你去卫生所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对吧？卫生所可能对你有吸引力的就是这个什么呀？电脑吗？我靠！酒吗？看这个，在这样偏远的小山村，想买到酒应该十分困难吧 ？OK， 是酒。作为年轻人，我想喝一些，心情我也十分理解。所以你去卫生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喝酒吧？OK， 这个其实要比勾玉要简单一点。目前感觉，不是，没有比勾玉简单一点，比勾玉难一些，因为勾玉没有时间限制，这个有时间限制。所以我只有偶尔的机会才能去望叔大哥那里喝一回，拜托千万不要让我爹知道。不会喝，你不会喝大了吧？我没有想到你居然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哎，这家伙虽然一直在深山里闭门造车，但技术已经非常了得啊。而且因为周围没有其他人作为参考，所以对自己的能力完全没概念嘛。喝醉醒来之后已经是宵禁时间了，所以就和望叔大哥在卫生所里看动漫，一直看完了全集的小魔女西米露才睡。这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之后我就和望叔大哥去采药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在法庭上已经说过了。那可不行，宵禁是绝对不能违反的。你喝了多少就喝多了，看空瓶数量不多，你的酒量很一般。而且我之前熬夜玩游戏来着，所以很快喝醉了。酒还洒到衣服上，看就是那件衣服，一会儿还要拿去洗。哪件衣服啊？
OK。啊，黑色的衬衫，黑色的衣服。可我被抢先了，你们稍微拿什么给我看一下？抢啊！哦，好，被抢了！哎呀，刚拿到手又被抢了。我们的劳动成果。肯定有价值啊，没准就和那个布条是同一个东西，没准我们将来要给他辩护呢，对吧？没准我们将来还要跟他，检察官又说是他，咱又搁这辩护呢。OK， 这个呢，中呢，你也没什么反应哈。那应该没啥。药呢？你有什么反应？没有。纸条你没有什么反应？没有。布条应该是没什么反应。调查一下。我一路有徽章还是小看你？哎，我也是把徽章搁在箱子里。入周边我可是还有选择，就拿海报来说，这上面贴的可都是我的大本命，无论游戏还是动漫，我都刷了不下5周目，其中很多都是我单推，全是单推是吧？见谁都说他是我单推。我平常看的都是电视剧，动漫了解不大多，电视上放的多倒是看过一些，像是《神探柯南》《航海大帝》。只是民工漫程度可不行了，要知道他们制作组最擅长的就回忆杀了。要知道一个角色最惨的不是死全家，而是死全家的事情要在剧情里放几10遍来拖剧情，这不就是蝙蝠侠吗，兄弟们？我爹在外面做生意啊，一本正经的啃老，赚外快。啊，不说是赚钱也不是稀奇事儿，随便接2个单子，编几个程序能赚到不少钱。没了吧？没了。直接就到村口了。领导这一天下来都快累坏了。哦，去看守所。哦，红叶啊，是律师叔叔。旁边这位漂亮姐姐也是律师吗？啊，我们是同一个事务所的，我叫雷冬雪。冬雪姐姐好。凭什么我是叔叔，她是姐姐？差了一辈儿吗？难道不是吗？2位远道而来，一定很累了吧？我去给你们倒杯茶解解渴。妙极了一样来一杯。今天的庭审红叶听说了吗？刚才那个叫做检察官的姐姐来过，她说了一点点。她看上去很生气的样子，一直在咬牙切齿的说什么一定要把那个邋遢大叔凿进墙里，没用的警察只配当沙袋之类的，都是些非常难懂的内容呢。不过话说回来，雷姐为什么要专程来找红叶呢？我刚才遇到你爷爷了，老人家气色看着还不错啊。听说红叶一直在家里照顾他，真是孝顺的好孩子。谢谢姐姐夸奖，其实没什么了。红叶是爷爷一手带大，照顾爷爷也是红叶应该做的事。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不知红叶命运会如何呢？现实对这么一个小孩子来说有点残酷，想不到这里不禁有点难过。要不我叫叔叔来给你开一剂忘忧散。那位检察官姐姐让红叶明天出庭作证，我明天还会再见的。到时候红叶再请你们喝茶。他要出庭，可是他已经跑远了。
OK， 看守所 ，Let's go。我操！为什么突然间一声惊雷呀？这要干嘛？不好意思，我在这里待久了，猛地看到活人有点激动。哎，有几个问题还要了解啊。毕竟是律师老大的问题，就全部交给我吧。啊，这就认老大了啊。说起来，这阵子你不用上课吗？怎么会空出来旅游？现在可是暑假期间啊！你为什么要去查家村呢？查家村不仅风光秀美、民风淳朴，最重要的就是人迹罕至。热门景点哪有独自霸占观景台赏月的美事？请你务必再仔细回顾一遍，交给我没问题。我在法庭上都已经说过了，案发那天的晚饭后，我听红叶妹子说了这个外国人的情况，她和村长喋喋不休的说了很多话，一看就是来村子里行骗。他那神情和装束能是什么好人？总之我揍了一顿就是了。出门之前你都在睡吗？没错，那是为了养精蓄锐。我凌晨1点，我一直休息到凌晨1点15，按计划出门看超级月亮了。毕竟那时候死了一个人，不可能一点迹象没有。不过要说异常的话，哦，我果然啊，有人藏在边上啊，因为他的这个地方，你看只有在宵禁的时间启动，所以村里的人如果知道这条规则的话，是可以利用这个 bug 的，在启动时间之外出去啊。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不过那可是山里，我觉得多半是迷路的野兔。河滩呢？你有看到尸体吗？人真的不是你杀的吧？这挺好的，咱有这个测谎仪，对吧？咱一问人是你杀的吗？没反应那就是，对吧？没反应就对了。OK， 还有剧情啊！刚刚有什么人路过这里？那件政务的报告丢了，估计是被人抢了。又是这个啊！哦，哎，这个有意思啊！我们可以对刑警用这个枪，这还挺有意思的。出事枪吧，应该是出事使用吧。我先问话啊，他这个不是靠出事来启动的，他是靠对话来启动的。Longinus起動。你怎么就这么短一句了？之前不是挺长的吗？欢迎离归之人进入直播间。欢迎离归之人，晚上好，晚上好，感谢离归之人点赞。虽然我大概能猜到他在隐瞒什么，毕竟这句话是个刑警。
此时此刻他是检察官那边的人，算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这种情况下，即便戳穿他的谎言，说出真相，也未必能让他乖乖交代情报。这个时候就要轮到身为律师的我使用谈话技巧来突破他的防线。希望这个奇怪的仪器真的有那宅男哥说的那样好用。要上了，是刑警，你手上的政务报告应该和查家村一案有关吧？你应该没有余力接手别的案子了。那是因为你昨天才被调来这个地区。这份调查报告是关于这件证物的，先保存啊。看这个，这个还比较简单啊。这是医生的衣服吗？怎么只有这么点儿？啊，走了。啊，这，请留步。哇，飞速流逝了。你说的是要奔向检察院，不是回警局吗？要你管啊！你如果不赶紧冲进检察局，就会违背你办案的宗旨。其实你是要找这个人吧？要找这个人吧？谁？啊，这个吧。看这个，我掉的这么快。如果今晚不能递到他手上，就完蛋了。被抢了。我们可是这个案件的律师啊。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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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对，读取错了吧？哦，不是，自动存档，第一个，自动存档，手动存档，点错了。看这个 ，OK。然后咱们再保存啊。你们雷姐还有妹妹，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哦，我们让他把报告说给我听。搁这编呢。要是等哪天他实习结束了，回去跟雷姐汇报有个大嗓门刑警调查时总是不配合我，不但不给我证据，还出言不逊，百般刁难。哎呀，我不知道雷姐会什么反应。嚯！他居然一瞬间就崩溃了。虽然最后多亏了冬雪刷脸帮忙解围，但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真理圣枪，我连对话进攻方向都找不到。OK， 你说的政务报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想找雷姐恐怕来不及。实话实说，本人确实查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黑色的衬衫是那个查志清村民穿过的吗？是的，衬衫的袖口上还能闻出啤酒的味道。如果只是啤酒就好了。嗯？看这个衬衫的袖子就知道了。不，这是某种药物残留下的残渣，准确的说是安眠药。哦，所以不是喝多了，是被人下药了。
本拿起衬衫时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药味，因此特别送去鉴定科做了化验。这个药在城市并不罕见，但在这个偏远村子入手途径非常有限。虽然雷检没有命令调查查志清房间，但是本人还是放心不下，才要向他报告。这个安眠药剂量有多大？残渍与啤酒混合在一起，只能推断出药物品的浓度。全部摄入睡上1天1夜不稀奇。欢迎神探小姚进入直播间。欢迎神探小姚，晚上好，晚上好。奇了怪了，案发当日有谁被下药睡了1天1夜吗？不会。下划线3546893158189312进入直播间。欢迎35468，晚上好，晚上。不会那个查志清睡了1天1夜吧？就是他以为，就是他的时间错乱了，他的时间跳过了1天，那这医生更有问题了，对不对？查志清跳过了1天，他根本就不是他以为只睡了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已经睡到第2天的那个点儿了。然后这中间的事情，查望叔就自己来。查望叔那天叫他去爬山那件事情，可能已经是隔了1天了，不是带他去采药已经是隔了1天了，对吧？因为唯一睡觉的就是查志清，他说他晚上的时候去喝酒喝多了，然后睡着了，实际上有可能他不是睡了几个小时，而是睡到了第2天。OK， 明天法庭见，拜拜。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这段路无论颠多少次，都觉得犹如痛苦，抑郁一般痛苦。等我们回到事务所，夜色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连楼下的商铺也都关门了。好困。这药量可以让人睡1天1夜，感觉那个小哥也睡不了那么久。估计关键是他现在在我们手上，而且你姐姐还不知道他的存在。那这个老哥睡了1天，他没有觉得过点儿了吗？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明天的杀手锏。你觉得姐姐是个怎样的检察官呢？大概是正气凛然吧。虽然她很有谋略，却不会耍那些见不得人的小花招。有些极其在意胜负的检察官会为了取得有罪判决，不惜隐藏证据，操纵证词，对真相有很深的执念。他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和我说过，律师和检察官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站在不同的出发点，采用辩论形式让案件真实原貌浮出水面。所以他就算在法庭上战个你死我活，所做工作最终都是为了事实说话。所以你想说，如果雷检在庭审中发现了田牧阳确实无罪，他就会放弃起诉。我换个问法吧，如果你在调查中发现田牧阳就是本案凶手，你会因此为他放弃辩护，中途退出吗？哦，哪个问题？法律的意义？我问你，法律意义到底是什么？龙师这在考我吗？这个问题老师确实讲过很多次了。所以法律呢，就是由社会认可的立法机关为全体公民制定的规范行为准则。要问我的理解的话，它大概就是人类用来寻求真理、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的工具。
真是这样吗？不如给你讲个故事嘛。啊，讲个什么故事？来咪听一听。啊，发生在春秋时期，各国公认的学者孔子有个性情很暴躁的徒弟，名叫子路。嚯，这还给画了个画。有一天，子路上街买头盔，看到一位买布的小贩与一位卖布的小贩与买布的农夫争吵。这个农夫想从小贩那里买7尺布，每尺售价3铢。卖布的说3七24，买布的坚持3七21。爱管闲事的子路看不下去了，上去就说3七是21，7尺布应该收21铢才对。那个卖布的看了子路一眼，说：“你一个练武的懂什么算账？”因此两人就吵起来了，相持不下。后来子路发火了，说：“如果是3七是24的话，我就把这个刚买的头盔送给你。”卖布的小贩则扭着脖子说：“3七要是21，我就把这个头割下来送给你。”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去找孔子评理。那个年代，孔子的权威可以是至高无上，他的存在就相当于法律一样。孔子听完卖布人激动的陈述，笑着对子路说：“3七24，子路把头盔给人家吧。”当然不是，子路对此也摸不着头脑，跑去问孔子。孔子对他说：“你输掉一个头盔，大不了可以再买一个，但是小贩输了脑袋，却是人命一条。”事务所前任所长经常对我说：“法律存在的初衷是维持人类整体的秩序和利益。只要每一个判决结果能让善人得到褒奖，恶人受到惩罚，整个社会获得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损失。所谓的真相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可是如果真相不重要，那么我们这么尽心尽力调查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寻找判断的依据。如果不能寻访每一位相关者，收集到的每一条线索，我们看到的便只是案件偏颇的一面。为了让法庭上每一个判决都倾向于合理的结果，我们必须先俯瞰。我操！我们必须先俯瞰事件的全貌，就把他们当作力量，寻找自己的答案吧。夜色渐深，连门外仅有的几盏路灯也逐渐灭去。虽然和冬雪说了那些话，不过具体到陈家村一样，我却还不能触及案件的核心部分。明天的庭审将给这个案子画上句号，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一切查明。如果冬雪关于雷简的描述没有错的话，等着我的恐怕不是简单的法庭辩论，我想那将是一场壮绝的理念对决吧。好，我去接杯水啊！我去接杯水，家人们，我去接杯水。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回来了，终于要开始了。律师老大，今天一切拜托你了，变小狗狗了，变狗了，家人们，变狗了。不过目前的证据依然对你不利，今天的审理容不得半点闪失。明白啊？我会在山巅放声高呼，为您加油。你还是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被告席比较好。冬雪，哇，干嘛吓我？这次我可不会被你反过来吓到。对了，今天庭审龙叔你怎么想？关键之处就在于那个案发时刻出现的现场第三人吧。我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锁定此人身份。
那个宅男小哥不是送了咱们一件很厉害的设备吗？只要使用那个真理圣枪，任何证人的谎言都不在话下。没那么简单，即便是警方认证的测谎仪，想在法庭上使用，也要经过复杂的质证程序，更不要说这个来历不明的玩意儿了。更何况把这么像是一个武器的东西带进法庭，会被当作危险品缴纳的吧？啊，这还是解释一下，之前说是勾玉，勾玉能藏啊，这个东西藏不了，还是给解释了一下，还是挺细的啊，这个我都没想到啊，我都没想到。不管怎么说，我相信龙叔啊，与姐姐的对决到最后一刻吧。大学生田牧阳在刘烨谷涉嫌杀人一案，现在再次开庭。辩护律师龙秋风已经准备好了。突然正常起来，我有点不适应。哦，那个带有电子元件的墨镜功能已被查明。是一款军用的便携式夜视仪，为了便于执行任务，它被设计成了普通墨镜的造型。夜视仪呀，不是这审判长啥也不知道是吗？如果它是军用设备，那么它的购买者是否有据可查？很遗憾，这个证据查明，这个夜视镜与那个军用匕首都是来自黑市的物品。也就是说，即便是被告这样的大学生多花点心思，也一样能买到。说不定这夜视仪本就是被告带去现场，为了确保能在夜晚顺利动手的辅助工具。欢迎又没按时吃饭，晚上好，晚上好。请检方不要随意对证物下定义啊。昨天对面大叔声称没有动机啊，今天检方就在这个环节重拳出击。麻烦请查家村村长孙女天真无邪的乡村少女查红叶出庭。如你所见在泡茶。红叶刚刚在休息室里听到大家说了很多话，觉得会有人口渴，所以就泡了壶茶。哎，好贴心呢。这位胡子爷请。哦，好香的味道。这位叫检察官的姐姐，请不要生气，这对身体也不好，你也来喝茶。谢谢。好，很好啊。关于被告田牧阳，你知道些什么？很有趣的大哥哥，他19日那天来了我们村子，跟红叶说了很多外面世界的事情。那我问你，你和他说过有关死者伊格维格的事情吗？红叶和大哥一起吃饭上说过一点，请你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证言。OK。案发之前，红叶和田牧阳吃了晚饭。那时候，红叶对他说了关于格林先生和村医叔叔争吵的事情。这事儿我怎么不太记得了？红叶在想，大哥会不会觉得格林先生是个坏人，想替我们村出头呢？红叶是个坏孩子吧？果然不该和别人随便说村子的事。后来他说晚上去看月亮，红叶嘱咐他不可以出门。他要是听了该多好。对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等等，你是说死者曾经和村医有过争吵？是的。前几天格林先生到红叶家来，好像要和爷爷说个什么事儿。对了，当时王叔叔也在。红叶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很难懂的大人话题，自然就待在自己房间里。
后来红叶听到他们好像在争吵，我担心他们打起来，就冲出去阻止。红叶，他们争吵的内容很关键，是否请你回忆一下？也听到了一点点，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什么你这土医生村长都说了会考虑，你插说什么嘴？还有你这种金钱的奴隶也配做科学家吗？什么的？这不就是提到，这不就把村医拉下水了吗？这村医证据很多呀，动机也很多。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想为村民出头，一点都不奇怪。但这样一来，曾经和死者争吵的春一不也就产生了作案动机吗？有动机是一回事，但有没有机会作案则是另一回事。请你动起手来，好好想一想。查家村有着监控录像和宵禁村规双重保护，没有任何村民可以跨越这两条障壁，在半夜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确，除了被告以外，仍没有出现其他作案机会的人。好啊。等等，谢谢律师叔叔。等等，那小子的确提到半夜出门目的是赏月，这边的详细，我了个都！哦，那天的月亮师傅，那晚你出门了吗？为什么嘱咐他不可以出门？这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说，如果实在是没有突破口，咱们再问那些问题啊。你为什么会在一起吃晚饭？反对！等等，争吵的具体内容可我再复述一遍。那位格林先说：“你这土医生啊，一模一样的话啊。”猜测。等等，对这件事情有些在意。感觉像是那句话。对，红叶是不会故意隐瞒的，肯定是有些话跟感觉就是那个得问等等，看看啊。哎，你出门了吗？哦，多了个村规。等等，哦，我们要指正新的这一句，我们得看一下。对，还有这个村规所谓这个夜魔到底是什么东西，也是没解释清楚。等等，反对！我觉得就要提啊，我觉得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夜魔的点，为什么不能半夜出门呢？这肯定有。那特意看了一眼窗外，和往常一样漆黑，根本没有什么月亮。啊，这个不对吧？等等，
睡前特意透过窗户看了天空，外面一片漆黑。我感觉，对，这个能见度很高。欢迎玲珑进入直播间。欢迎玲珑，晚上好，晚上好。王宇雪，你刚才说案发当晚窗外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对吗？是的。朕所在的村庄又不是大都市，没有路灯的辅助，自然什么都看不到。并非如此，感谢玲珑点赞，能够在黑暗中为我们指引方向，除了人造灯光，还有来自自然的恩惠。没错，我指的就是悬挂在高空中的月亮和星星。反对。看这份案发当晚的天气报告啊，这是雷姐你昨天当庭出示。报告中清晰地指出啊，叶柳谷当晚天气晴朗无云，能见度很高。除此之外，连监控摄像头所拍摄影像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天上的明月。窗户被糊了是吧？红叶先生，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但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清楚。案发当晚你真的有看过窗外吗？为什么要对我们说谎？可是红叶真的看过啊，什么都没有。黑底白字的证据在此，即便你因为山林屋舍遮挡看不到月亮，窗外的景象也绝不该是漆黑一片。那估计是窗户被人糊上纸了呗，给涂黑了。为什么这么要说谎呢？因为要就是叫什么包庇某个人。既然你坚持证人在说谎，那是否可向法庭说明他这样做的理由？虽然很想去追问，但这种氛围下，感觉再多说一个字都会被听众目光烤焦啊！肯定是为了袒护真正的凶手呗，他肯定看到了呗。啊！推翻这个主张。对啊，这个摄像头它又不是全天开的，想避开太简单了。啊！我靠！这么多血呀！避开村口摄像头，走到村子的方法是，对，宵禁之前走出村子。这个摄像头虽然没有拍摄死角，但是它的开启时间却有着巨大盲区。查理先生说过，摄像头运转时间与宵禁完全一致。没错，只要有人在宵禁之前走出村子，然后在村外静候到天亮，这个人只要在早上8点，也就是宵禁结束之后再走进村门，就可以悄无声息地隐去自己夜间的行迹。辩方认为，检方关于村民全体拥有不在场证明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欢迎林音爱丽进入直播间。欢迎林音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林音老师，欢迎林音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剪过我那个怪猎的切片，还有一些游戏的切片，还有之前法环的切片也是这位老师切的。虽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辩护方所说的可能性确实不容忽视。但是在荒郊野地里度过整整1夜，我觉得听起来太扯了。
我们对案情的判断前提是凶手除了田木阳之外另有其人，而这个人又没有出现在影像记录当中。排除一切不可能之后，唯一可能的就是真相啊！已经可以锁定是医生了。审判长，辩方要求欢迎凌厉真小，晚上好，晚上好。辩方要求涉案的几名证人对案发当日自己全天行动进行证言。我哦，指定一人，哦，立刻宣判。辩方同意接受检控方的条件。OK， 请你对自己在案发当日行动进行证言。他案发当时有什么行动呢？哦，他应该是看到那个医生出去了，但他没说。当天中午，田木阳背着一个大包来到村里爷爷卧病在床，红叶去接待他。后来红叶把他送到了客房，他就住在格林先生的隔壁。说起来，红叶看到望叔家里挂起了一幅好看的画。哦，是这个吧？这个。等一下，他刚才说什么？望叔叔叔家里挂起了一幅好看的画。哦，他是不是把这个东西糊在了那个红叶他们家的那个窗户上，对吧？材料厚实不透光吗？后来我就回房照顾爷爷了，直到大哥哥过来吃饭。事件开始之后，红叶一直守在爷爷身边，再没出过屋子。不过你分不清楚是被窗户被糊上东西，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吗？这么说，没有人可以证明红叶小姐在仙月之前人在村子里啊。哎，可是红叶从来没想过宵禁时间出门，怎么可以？大叔，你还用那卑劣的言语对这位少女穷追猛打到什么时候？难道你打算指控她吗？什么？红叶什么都不知道哎。不，红叶小姐，我完全没有指控你的意思，只是单纯想确认情况。当然。又被雷简摆了一道，为了避免在法庭里引起众怒，询问他时要格外小心。那辩方请询问吧。我勒个都这么多！等等，反对！要去指证这幅画吗？等等，其实感觉没有什么要指证的。反对！等等。等等，温文尔雅，我去。等等，等等，好像是把画挂在窗口。哦，他避光是不想让查志清，因为当时有可能，我现在我已经理解了，
在案发前一天，查志清，等会儿啊，我这个 OK 啊，他去找他到他的屋子里去喝酒，然后喝多了睡着了，然后经过调查发现他衣服里有微量的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可以让他睡1天1夜，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挂在了窗户外边，因为它遮光。之后他就睡了1天1夜，但是他以为只过了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已经睡了1天了。正好他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出去，帮他做这个不在场证明。我已经捋清楚了，兄弟们，我已经都懂了。你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我破解了。警方在搜查期间没有在卫生所发现任何画作。OK， 啊，这个我看看啊，这应该是指证这个。反对。OK， 红衣学姐，你所说的好看的话是不是这个呢？与其说画布的材质特殊，不如说这根本不是一幅画。这件证物真实的用途是一张桌布。我们搜查时，它正摆放在查家村卫生所，也就是查望书的居所。由于红叶说的是墙上的画，所以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认为是纸张，因此这幅画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主人重新放回桌子上而已。一派胡言！啊，请检方传唤下一位证人。OK， 果然啊，最后医生是得最后问啊。游戏里好不容易找到隐藏 BOSS， 怎么又叫我上来？OK， 要指证你这件衣服。欢迎婴儿猫酱进入直播欢迎婴间。儿猫酱，晚上好。那啥，我不知道来干嘛，还要来作证，那怀疑我吗？19日中午，我到望叔大哥家去喝酒了，因为太困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妈，已经晚上10点。说大聪明，咋的了？那时外面漆黑一片，宵禁也开始了。我和望叔大哥一起看新番。哦，可能是时间调整了，他以为外面漆黑一片，实际上可能是白天。到看完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对吧？听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不过问题这就对上了。我以为睡了1天1夜，实际上可能不是。当天他睡着之后，望叔这个医生把这个挂在了窗户外面，因为它不透光，伪造成了是夜晚的样子。你看这个钟表盘上所有区域都没有灰尘，这就表明钟被调整过，调整了时间，做了伪证。实际上他在看新番那段时间，实际上是可能是白天，以为是宵禁了，所以他就待在这个屋子里面。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在白天的时候出门吧。但是这样子的话，那也不对啊，那这个不对。那这个怎么解释？1点钟还出现，那可能改的不够多。不对，看到凌晨2点，反正肯定是这哥们儿逃不掉了。具体的操作手法应该也是这个，但是时间我有点没太想明白。10点钟看到凌晨2点。啊，对，看到凌晨2点，他以为是凌晨2点，但实际上是白天，还没到宵禁的时候。然后他就睡了，睡了之后，他
他就提前出门躲避这个摄像头开启的时间啊，在这个圈里等着被害。我已经破解了。他那个说那个天黑的那个地方就是有问题。外面漆黑一片，这个就不对。因为他不是说了吗？那天是大月亮。前一阵子超级流行的小魔女西米露，那个举着十字弩圆脸小萝莉，带着另外4个妹子四处猎杀魔王。殿堂级的神作，知道吗？殿堂级。我感觉就是这个吧。等等，那时候我看了电脑，时间也是2点，一定没错。我想着只是去隔壁喝个酒，不可能带啥东西了，谁知道一觉睡到那么晚。装了个硬盘组，嚯！不管谁家，只要有电脑就可以随时看番。谁住在山村，谁住在城市？等等，等等，那具体是在中午几点？差不多11点半吧。王叔大哥过来的时候，特意看了眼时间。对呀，平时我爹不准我喝酒，但王叔大哥是好人，有了新货会时不时请我过去喝一杯。你们经常这样喝酒吗？倒也没有那么经常了。王叔大哥是医生嘛，每次都会对我唠叨喝多了伤身什么的。这个嘛，他喝的不多，主要是我在喝。等等，哦，那件衣服，睡眠的原因。直接指证，直接指证，直接指证啊！你的带安眠药的那件衣服，走你！你认为自己突然昏睡过去是酒精和疲惫导致的吗？当然，不然嘞。应该对自己酒量和体力更自信一点，因为导致你入睡的真正原因是有人给你下了药。这件衣服是你在房间发现的，你在卫生所过夜时可有穿着它。这件衣服袖口上沾着少许白色的痕迹，这可不是啤酒能留下的颜色。我们在调查后已经确认，这个痕迹当中有安眠药的成分。我觉得事情好可怜。如果检方一直带着被告有罪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警方调查，这件衬衫对他们而言不就是扔在无关场所的杂物而已？导致这种遗漏的人真的是警方吗？没错，审判长，茶家村位于偏远山区，物资不算充分，更不要说安眠药这种非必需的药品。警方认为，村医给人下药这一事有着极为重大的嫌疑。法庭上不存在什么可能，只有实实在证据才有绝对发言权。如果不是他在你啤酒里投放药物，难道你能想出其他原因吗？就如你所言，这位村医出于某种目的给这人下药，也无法证明他与本案的联系。只要查清清醒时已经在宵禁之后，村医又确实留在屋内，他们就不可能在案发时出现了断崖。查这些清醒来已经在宵禁之后，真是这样吗？在卫生所里，他只能通过墙上挂钟确认时间。
如果有人在昏睡期间调整了整个挂钟又如何？但调查时已经确认过了，卫生所所挂挂钟时间是完全准确的。真是这样吗？警方调查只能证明他现在是准确的。想证明这个挂钟过去的状态根本是天方夜谭。虽然他在过去的状态难以证明，但辩方可以提交证据，证实这个挂钟确实近期有被调整的可能性。哦，那个钟，那个钟，那就是看这个。没错，这个挂钟本身就蕴含着解答问题的谜底。审判长，通常来说，这个挂钟被买回来，调整好时间就会被一直挂在墙上。是的，法官办公室里挂钟已经用了5年多了，由于他走得很准，我们从没有把它拿下来过。这电池生命力真是强劲，没有拿下来过。看来雷简已经明白我要说什么。没错，我们在调查这个圆形挂钟时，它周身一点灰尘都没有，明显是被刚擦拭过。这说明至少在很短时间内，这个挂钟是被人动过的。辩方的确无法证明这个挂钟在案发当夜的状态，但这个一尘不染的表盘本身就极为异常。辩方认为查家村村医查望书有必要出庭做解释。怎么会这样？OK， 村医作证了，来上证人席。感觉想把这打完，感觉没有多少了吧？今天加个班儿。哦，还需要点时间啊！啊，那既然休庭20分钟了，那对不住了，那就下播了，卡的时间正好，我还以为就直接来了呢。被告人候审室。辛苦你了，龙叔，审讯经过密集啊。杀死格林先生的真凶真的是查村村民之中吗？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之后，我一直对茶村有种很微妙的感受。这个村子虽然民风淳朴，但是村民一旦谈及某些特定话题，就会做出各种违背常理的发言。夜魔，这个村子就能将宵禁规定贯彻到底，怎么想都很奇怪。毕竟村子里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欢迎0603进入直欢迎播间。光于影，晚上好，晚上好。有点道理呢，也许这个夜魔还有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比如说红叶没有看到月亮，是因为月亮给他吃掉了。怎么老哥你还在呀？哦，还有，跟他确认一下，案发当夜你一直在断崖赏月，对吗？那晚夜色怎么样？不仅浩瀚的星空清晰可见，连脚下的一草一木都看得很清楚。村子每个都有风土人情，也各有奇特的地方。说到查家村，这里的村民除了迷信鬼神之外，还有一些很怪异的想法。我对此倒是有些猜测。哎，我操，吓我一跳！还有2分钟。哎呀，为什么不说呀？你这大哥真的是……行吧，今儿就到这儿了。等开庭，咱们就保存下播。就在这时，田木阳突然说了一句话：“老大，那个夜魔或许真的存在啊！”
一下，咱们保存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咱们下回播的话，下回有点久，下回得估计得到下周日了。我下周要出去玩一段时间，我玩完了给大家播一下这个旅游的情况哈。大家拜拜，下周日见，拜拜。